瓦格纳集团的老板大骂俄罗斯国防部，如果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就会祸害国家。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田少。关于瓦格纳雇佣兵在乌克兰战场上的表现，我们已经做过了好几期节目，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翻看一下。虽然瓦格纳雇佣兵作战相当勇猛，战术比较灵活，战果也不错，特别适合于目前俄乌冲突长期打消耗战的模式，但是这种正规军与雇佣军的兵力组成结构也显现出了一些弊端。近日，瓦格纳雇佣兵的老板普里戈金通过自媒体和俄罗斯的正规媒体公开对俄罗斯国防部进行了谴责。最早听到瓦格纳老板骂俄罗斯国防部长和俄军的消息，很多人都认为是假新闻，而现在这些信息已经出现在了俄罗斯的正规媒体上。普里戈金是这么骂绍伊古的，他说：你端着用金子做的盘子吃早餐、午餐和晚餐，你的子孙和宠物去迪拜度假，不知道为任何事情感到羞耻。在一名俄罗斯士兵战死在前线的那一刻，我想对你说，我们需要子弹。而且他还强调说，在苏洛维金作为俄军的特种行动总指挥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按照普里戈金的说法，是绍伊古和俄罗斯军队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下令拒绝给瓦格纳提供炮弹和子弹的。代表俄罗斯国防部的议员索布列夫中将回应称，俄罗斯国防部与瓦格纳集团没有关系。瓦格纳是一家私营公司，私营公司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你也可以理解为瓦格纳公司的武器弹药从什么渠道获得，与俄罗斯国防部毫无关系。这些都是普里戈金自己负责的事儿。这场内斗造成的影响有多大呢？按照普里戈金的说法，瓦格纳雇佣兵的死亡人数是原来的2倍，而俄罗斯正规军因为缺少瓦格纳的掩护，也出现了重大伤亡。普里戈金是一边骂一边哀求，他甚至说，请给我们弹药吧，如果过去因为我的某些说法得罪了你们，请原谅我吧。而瓦格纳的官网则发出了更明确的带有挑衅性的声明，狗屎在沸腾，热血也在沸腾，请给我们弹药吧。很多人不理解，瓦格纳不是俄罗斯军队的一部分吗？他们不是在为俄罗斯这个国家作战吗？他们有没有资格去指责俄罗斯国防部呢？首先，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到瓦格纳的地位，这是一支雇佣军，与俄罗斯国防部没有直接关系，它只是一家公司，其成员只是为了获得金钱收益在作战。所以瓦格纳为了争功，与俄罗斯国防部关系闹翻的时候，得不到俄罗斯军方的武器弹药支持是比较正常的。如果瓦格纳忘记了自己的身份，甚至想要把自己的声望提高到比俄罗斯国家军队更重要的时候，那么对整个俄军和俄罗斯国家的形象都是非常不利的。其次，瓦格纳面临的窘境证明俄罗斯军队有意夺取乌克兰战场上的主角地位。俄罗斯目前在乌克兰的作战力量包括4个部分，其中有瓦格纳雇佣军、车臣武装这样的地方军阀和民间武装，也有顿巴斯2个共和国的民兵，当然还有俄罗斯的正规军。现在俄罗斯正规军准备或者正在发起春季攻势，有意夺取战场的主角地位，这对于俄罗斯的民意而言是有正面作用的。最后要指出的是，瓦格纳得不到俄军的全力支持，很可能与普京的示意有关。瓦格纳既然是雇佣军，那么就必须清楚自己的地位。你可以老老实实的拿钱打仗，可以获得可观的利润，但是像普里戈金这样的人不能利用俄乌冲突去追求自己的政治地位。现在的问题是，此人正在拉拢国内的俄皇派，从而显示他已经有了政治野心。这对于俄罗斯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态将会造成重大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待俄罗斯军队，包括瓦格纳在战场上的表现，一定要用辩证的方法。瓦格纳虽然好用，但是如果一支雇佣军的表现超过了正规军，那么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将是不可估量的。俄罗斯要成为一个受到尊重的世界性的大国，就必须限制雇佣军在战场上的地位，至少不能让他们超过俄罗斯的国防军，也要防止普里戈金这样的人追求政治地位。
普里戈金的确在为整个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做贡献，但是他要是拎不清自己的位置，就可能会成为整个国家的祸害。这一点普京很清楚，俄罗斯的国防部长绍伊古和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也很清楚。而苏俄围巾被换下，会不会与此有关呢？也值得媒体人思考。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